意外拥有读心术后，我发现薄情上司是个阴阴闷骚怪。衬衫扣子都解3颗了，老婆怎么还不看我？穿了一身新衣服，老婆怎么还不夸我好看？周末想去老婆家蹭饭，可是我找不到理由，好烦好烦。近水楼台7年了，我还没捞着人。呜呜，我望着眼前这个沉稳自持的男人，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被调包了。我是今天早上发现不对劲的。坐在副驾驶上，我冷不丁地听到一句：嘻嘻，老婆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。我瞟了一眼安静驾驶的周特助，又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陆野。我只当自己昨天工作太累，出现了幻听。可当我坐上了电梯，我第2次听到了那道声音：该死的周瑜，站得离我老婆那么近，我要扣他奖金。这次我很确定我没有幻听。我盯着陆野的背影，陷入了沉思。老婆。到了办公室，我拿着 iPad 给陆野汇报今日的工作安排。结果老婆的嘴唇好软好红，看起来很好亲的样子。老婆的身材真好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搂上老婆的细腰，在老婆的怀里打滚？我停下来看了一眼慵懒地靠在椅背上的陆野，神色晦暗。男人五官浓丽深邃，轮廓分明，剑眉入鬓，眉眼淡漠。他抬眸朝我看了眼，薄唇轻启：于秘书，怎么了？我回神道了声抱歉，接着汇报工作。这是老婆第一次看我，看到工作走神爱，莫名的有些开心。然后我就看到她的乌眸里划过一道细窄的笑意，快到让人捕抓不到。汇报完工作后，我就退出陆野的办公室，回到自己的工位上。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望着陆野的办公室，不自觉地神游，发现薄情寡言的老板暗恋自己，这感觉还真蛮神奇的。半晌，我晃了晃脑袋，强迫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。1个小时后，陆野和我坐到了会议室内。各部门经理面色凝重，望着陆野如临大敌，额头上冒着虚汗。陆野用指腹一下又一下地点着桌面，点评时针针见血，言语犀利。可有些人面上一本正经，背地里却中午该找个什么理由让老婆陪我吃饭呢？唉，上班真无聊，但我要努力为我儿子攒奶粉钱，他倒是挺会未雨绸缪的。陆总，没事，你继续。会议结束后，大家陆陆续续的离场，而我跟着陆野进了办公室。陆总，今天是照着往常给您点外卖，还是这附近新开了家餐厅，去尝尝吧？他状似不经意地瞥了我一眼，可微微蜷缩的手指却出卖了他的紧张。呜，老婆会答应我的吧？我脆弱的心灵经受不住老婆的拒绝。好，那我给您定做。陆野微微颔首，薄唇隐秘地上挑，眉眼漾起一抹笑意。好耶，老婆答应我了。我和陆野2个人坐到了餐厅内。不可否认，这家餐厅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果然，跟着有钱老板有肉吃。我当着陆野的面大快朵颐，疯狂炫饭。老婆吃饭时真可爱，嘴角还挂着小米粒，我该如何委婉地提醒她呢？下一秒，我就抽出张纸巾往脸上一擦，已经被提醒到了。擦完，我对着陆野来了句：谢谢。陆野望着我，微微蹙眉。我一脸正色，连忙补了句：谢谢陆总请我吃午饭。他用茶杯掩住嘴角的笑意。好吃。于秘书就多吃点。吃饱喝足后，我们就顺着来路从商场返回公司。那衣服真好看，老婆穿的肯定很好看。我顺着她的目光，只见一件黑色真丝的吊带睡衣，款式清凉。隔壁那套也不错，也好看。那套是红色吊带睡裙，同样款式清凉。我的脸上泛起热浪，隔着背影狠狠地瞪着陆野。登徒子，这男人也真是够闷骚。走着走着，一个小男孩冲了过来，我躲了一下，脚踝轻轻一扭，重心不稳，眼瞧着就要掉下去。陆野慌忙地伸出手，将我捞入怀中。小男孩的妈妈也跑过来，一个劲地跟我道歉。我还没出声，陆野就目光沉沉地盯着小男孩，吓得他一个劲地往他妈妈的后背瑟缩，眼神怯怯的。我伸出手扯了扯陆野的衣袖，算了，人家也不是故意的，陆总，别人都快被你吓哭了。说完，他才不情不愿地移开目光。我轻轻地嘶了一声，脚踝处的痛感一点点地清晰起来。陆野皱着眉头将我抱起，我来不及反应，只能匆匆地攀着他的肩。他将我安置在一处座椅上，低声叮嘱：你待着别动，我去给你买药。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就径直地走开。等了10来分钟，陆野带着药回来了。他蹲下来，动作轻柔地脱下我的高跟鞋，拿出买来的药酒挤在手心上揉搓。我想把脚抽回来，他却强硬地扣住，就着手心的药酒在我的脚踝处按摩了起来。我的脚不住地往后撤。陆总，这大庭广众的不合适。他沉声：没什么不合适的，而且我还是你的老板。我只能搔着脸，微微低垂着头。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羡慕声。上完药后，陆野还拿出他新买的平底鞋给我穿上。我看着陆野的发顶，心里又酸又涩。他真好，是除奶奶之外对我最好的人。我哑着声道谢。他轻轻地点头。上完药后，陆野还想着把我抱回去，但是被我极力拒绝了。为此，他闹起小脾气。逞什么强啊？哼，让我抱抱怎么了？我又不会趁机吃他豆腐。
虽然我很想吃他豆腐，但人家会努力忍住的。虽然气哼哼，但他还是放慢脚步等我。我踉跄地跟在他的身后，突然之间觉得这个高大的男人莫名的可爱。陆野晚上有个应酬，我作为秘书全程跟在他的身边。期间有人想给陆野点公主，但陆野沉着脸冷声拒绝。拒绝完，他抬眸静静地看了我几秒，然后垂下眼帘，移开目光。我可是难得标兵，老婆不该夸夸我吗？老婆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吗？他为什么没有吃醋？他不应该第一时间为我拒绝吗？他沉默地握着酒杯，望着那群秃头油腻男，眼神幽怨。我怎么多年都追不上老婆？你们这群人多少有点责任在身上。我坐在暗处，用余光瞄着陆野，心底泛起一缕很深很细的愉悦。我偷偷地看着他，不自知地勾唇。看不出来，这个面上稳如老狗的男人，内心戏竟然如此丰富，丰富到有些活脱。酒过三巡，大家伙就开始微醺上头。有些不懂眼力见的人又开始拿我和陆野开玩笑。于秘书跟了咱陆总也有7年了吧？我浅笑着点点头。那个人全然不顾陆野阴沉下来的脸，继续暧昧的出言，还是于秘书厉害，漂亮又能干，还能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陆总。我笑了笑，四两拨千斤的回复：李总谬赞，这是打工人应该做的。当然，这不是别人第一次误会我和陆野的关系。我在最狼狈窘迫的那一年遇到了陆野。我清晰的记得那天的雨下得很大，他的车径直停到我的跟前。我瑟缩着身子，狼狈而又局促地坐在他的车内。迈巴赫低调而又奢华，我身坐其中，显得格格不入。他什么也不问，只是沉默地将我送回家，像个普通的绅士。在我推开车门的前一刻，他给我 offer。我不解地望向他。1周前，我还是他对家公司的员工。他淡淡地扫了我一眼，开口解释：于小姐的工作能力很强，我很欣赏。就这样，我成了他的秘书，一干就是7年。在此期间，我见过他的家人，也见过他的朋友，陪他参加应酬，也做过他酒会上的女伴。人们总爱用暧昧而又八卦的眼神打量着我们，其中也不乏调侃。我不解释，是因为身为老板的陆野都未曾发生。曾经，我以为他不解释，是因为不在意这些流言。现在看来，他似乎有些暗藏私心。回完李总的话，陆野的目光就径直落在我的身上。我有些不自在地别过头，强迫自己忽略他眼底里的东西。他捏着酒杯，一口接着一口的闷，嘴角稍稍下撇。当晚，我扶着醉酒的陆野回家，他眼角像是染了胭脂，红得厉害，双眸湿漉漉地望着我。我把他摁在沙发上，等着我去给你找点醒酒药。他攥着我的手指，不肯松手。我望着这个醉得厉害的男人，觉得太阳穴一抽一抽的，但我还是悠悠地叹了一口气，强硬地把手指抽出来。他撇了撇嘴，幽怨的小眼神一直粘在我的身上。我都这么难受了，老婆还不肯抱抱我。老婆好凶，但我又没有恃宠而骄的资本。我把药放到他跟前的时候，他还撇着嘴，乖愣愣地坐在沙发上，像条大型犬。能在医院遇到神领，是我想不到的。他耐心地哄着自己的女儿，声线温润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倒是没什么变化，一如当年那个白衣学长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不禁恍惚。7年过去了，当神灵2个字再度滚过舌尖时，倒是少了很多苦涩与难挨。佑佑，神灵有些诧异地望着我。我轻声回应，以示礼貌，你也来医院看医生吗？一个人。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小女孩紧紧地揽着神灵的脖子，一脸警惕地望着我。我看着她这副样子，不禁想起她的母亲，有些失笑。沉吟半晌，她还是开口：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别总踢被子，很容易着凉的。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，着实容易让人误会。过往的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，况且他已为人夫，为人父。我岔开话题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学长关心。他抱着女儿，望着我有些欲言又止。我刚掉头，耳畔就响起一道尖锐的声音：于佑，妈妈！小女孩兴高采烈地叫喊起来，急匆匆地就想扑进来人怀里。麻烦，这下可不能轻易地走掉了。几叔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紧紧地贴着神领，像是在宣告主权。7年了，她还是那么幼稚。于小姐可真是巧了呀。可不是，吉小姐，死缠烂打可没什么意思，你说是吧，于小姐？几叔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今天遇到佑佑真的是个意外。佑佑，都7年了，你还叫得那么亲密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无理取闹？我无理取闹？是我打扰你和你初恋偶遇了。可神灵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你的妻子，你孩子的母亲。几叔甩开神灵的手，不依不饶地嚷嚷。站在一旁的小女孩望着争执的父母，撇着嘴，当众哭闹起来。来往的行人驻足下来，望着我们窃窃私语。我望着眼前的一切，头痛疼得厉害。于秘书，陆野穿着一身黑色正装，越过人群，径直朝我走过来。看医生了没？看了，正准备去拿药，就一点小感冒。陆总不用挂心。他伸出手贴着我的额头，倒是没有发烧。鼻息间环绕着陆野身上的檀木香，心间的小鹿不受控制地乱蹦起来。
我望着他的鼻尖，双颊微微发热。陆野伸出手攥着我的手腕，我们去拿药。季叔的眼里浸着恶意，言语刻薄。哟，于小姐可真是好手段啊！我的话刚到嘴边，就被陆野的话给堵了回去。季小姐，我劝你出言尊重点，不然北城那个项目，神灵扯了扯季叔的衣袖，出言陪笑。不好意思，陆总，小叔他没什么恶意的。是吗？奉劝沈先生一句，身为男人就该管好自己的老婆，别让她出来乱咬人。撂完话，陆野就拉着我走了。那绿茶的嘴真臭，真的好想拿东西给她堵上。不都说好的前任如死人吗？那神灵怎么那么不会做鬼？那堆垃圾老来败坏我老婆心情。哎，天凉了，也该考虑让季氏破产了。作为秘书，我偶尔会早到老板家，给陆野搭配衣服，还盯梢着他吃早餐。我敲了敲门，陆总，进来吧。进门，迎面而来的是幅香艳的男士出浴图，灰色的浴袍大大的敞着，腹肌上缀着水珠，发梢湿漉漉的耷拉在额前，真是宽肩斩腰，好生香艳。我侧了侧身子，竭力控制住自己想要乱瞟的眼睛。陆总，早上好。他点点头，随手把擦头的毛巾一扔，然后陆野就越过我，到衣帽间换衣服。好想在老婆面前换衣服，好想使用美男计。我的好身材竟然无处施展，好烦好烦。老婆看着我不应该扑上来吗？我的外在是不够有吸引力吗？不行，下次我得换件战袍。这话越听越离谱，越听越让人脸红心跳。陆野换好衣服后，我就帮他系领带。他张了张手，我微微踮脚站在他的跟前，领带绕过他的脖颈，在我的指尖绕来缠去。这颜色很衬我肤白貌美的老婆。嘻嘻，我抬脚狠狠地踩了他一下。他垂下眼帘盯着我，轻轻地嘶了一声。我诚恳地致歉，抱歉陆总。陆野看着我，眸光一深，不置一词。老婆今天有点凶，不过我喜欢。小猫，奶凶奶凶的。我又抬脚狠狠地踩了他另一只脚，美目一瞪。他皱了皱眉，又不小心。我点点头，抱歉地笑了笑。是的，人家就是不小心的。陆野望着餐桌前的早饭，嘴角稍稍上扬。于秘书今天怎么有空给我做早饭？谢礼，既是商场的平底鞋，也是医院的解围。他望着我，出言调侃：于秘书，这里未免薄了点，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我最想要的礼物就是老婆。那我请陆总吃饭，于秘书亲手做吗？我望着这双漆黑如墨的眼眸，心一软就答应了。又可以光明正大去老婆家了，让我好好想想那天穿什么衣服。然后他真的就想了一天要穿什么衣服。我深呼一口气，想要委婉地提醒陆野好好工作。陆总，我觉得您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，毕竟脸和身材就摆在这，什么风格都好看。我郑重地点点头。既然衣服选好了，那我得想想搭配什么配饰和鞋子。然后他就对他家的配饰和鞋子进行大筛查，他连要喷什么香水都要在心里纠结一番，纠结他们够不够斩女。一到周末，我就早早地去菜市场买好菜，把汤给炖上后，我又抽空去浅收拾一下屋子。房子刚收拾好，门铃就响了。我推开门，就看见站在门口的陆野和周特助。周特助手上拎着大包小包，而陆野穿的有点搔首弄姿，嫩绿色的 V 领缎面衬衫，白色的休闲西装裤，头发梳成了3-7分，浑身上下处处透露着精致，跟他平时的老干部风相去甚远。我看着他愣了几秒。陆总，周特助，快进来坐吧。周特助放下东西后就急着离开。我客套的开口挽留周特助，为此陆野沉下脸，还眼神警告周特助：你要是敢留下来，我就给你穿小鞋。哼！周特助离开后，陆野肉眼可见的开心起来。这男人就还挺幼稚的，今天特地穿了一身新衣服，老婆怎么还不夸我好看？衬衫都解开3颗扣子了，老婆怎么还不看我？那我该怎么委婉的夸他？陆总今天穿的真帅。只有今天帅吗？当然不是，陆总每天都很帅。陆野满意地点点头，眼尾的钩子微微上扬。那陆总您先坐着，我就先去厨房。不聊，我跟你一起吧。我用怀疑的眼神看向他。老婆，这是什么眼神？是质疑我当家庭主妇的潜力吗？不行，我今天高低得给他露一手。说句实话，我不是很期待。到了厨房，陆野给我打下手，帮我摘菜洗菜，而我站在灶台前颠勺掌厨。虽然没有很多言语上的交流，但我俩的配合十分默契。老婆好帅呀，我真是个幸福的男人，好想把老婆娶回家，过上这种老夫老妻的生活。我望着面上无波无澜的陆野，一时无言。我和陆野坐在饭桌上，彼此沉默地干着饭。好想跟老婆说话，但是找不到话题怎么办？这令人窒息的沉默让人好难受啊。要不我跟老婆聊点公司八卦，但这好像不太符合我的霸总人设。其实从我能听到你的心里话开始，你的人设就已经崩了。陆总今天这饭吃得满意吗？这谢礼够有诚意了吧？陆野故作深沉地点点头，谢谢于秘书的招待，还有于秘书的厨艺还是一如既往的精湛。陆总谬赞。于秘书，其实私下你可以直接喊我的名字。
陆野，真好听，但我还是想老婆喊我哥哥。听完他的心声，我鬼使神差的开口，哥哥。正在喝汤的陆野噎着了，剧烈的咳嗽出来，大概是没有想到自己的愿望会这么突然的被实现。我慌忙的给他递纸巾，给他拍背顺气，懊恼自己说话不过脑。陆野目光沉沉的盯着我，眸色渐深，里头像是蛰伏了什么东西一样。他耳朵尖尖还泛着桃花粉，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跳不受控制的加快。老婆叫的真好听。那顿饭过后，陆野的心声变得愈发的不能入耳。他表面上是一本正经的劳模，背地里却在心里各种痴汉狗狗操作，而我每天都要按捺住自己想要狂揍他的心情。陆野的绯闻，小青梅红着眼睛杀进公司。绯闻小青梅气冲冲又委屈巴巴的样子，在公司的八卦群里引起一阵热议。我作为陆野的秘书，冲在吃瓜第一线。小青梅推开陆野办公室的大门，一边抹泪一边往陆野身上扑。陆野一个侧身给躲了过去。好险好险，他要是真的扑到我的身上，我就算是有10张嘴也说不清。老婆看着我好有压力怎么办？小青梅瞪着他，不满地嚷嚷。陆野看着他，皱着眉，找我什么事？小青梅，我诚替你假扮我男朋友，110天。陆野沉声拒绝。不行。小青梅撅了撅嘴，嘴角下撇，鼻子一吸一吸地说，给你涨到1001天，不能再多了。我站在一旁，贴心地为小青梅递上纸巾。陆野无奈地看着他，你这不是自找的吗？都说了让你别追那野狗，你还不信？小青梅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我这不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吗？我就是也想让他吃一吃醋。陆野嫌弃地瞥了他一眼。小青梅看着他那眼神瞬间炸毛了，我喜欢的最起码还敢去追，哪像你就一怂包，你还好意思嫌弃我？陆野看着小青梅的目光沉了下来。小青梅嘴一撇，立马转身扑进我的怀里，抱着我的手臂。佑姐，你看陆狗凶我。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陆野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，他居然当着我老婆面污蔑我，他居然还赖在我老婆的怀里。陆野，你瞪什么瞪？就你这狗脾气，低情商，活该你追不到老婆。是我太过于纵容他了吗？他居然敢讽刺我。陆野望着小青梅，压低嗓音，你不是想要我帮你吗？你给我过来。我不。你过不过来？我皱了皱眉，稍稍地挡在小青梅的跟前。陆总，你这样确实是有点凶。陆野瞥了我一眼，眼神颇为受伤，像条被主人训斥了的大狗狗。他沉默地转身，拿起桌面的 iPad 递给小青梅。小青梅不情不愿地接了过来。小青梅刷了几下，眼里的小星星一点一点的暗淡，豆大的泪珠从她的眼眶砸落，她整个人瞬间安静下来，不再哭闹。静默了1分钟后，她自嘲地勾了勾唇， iPad 从她的手里滑落，与地板撞击，发出又沉又闷的声响。我迟疑几秒，还是蹲下身把 iPad 捡起来，瞟了一眼 iPad 上的内容，我也沉默了。小玫瑰应该开的肆意，不该对着心像白月光的男人委曲求全。我抱了抱他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。陆野那个低情商还在旁边补刀，你就该离这种没有福德的野狗远远的。小青梅直接忽视他，佑姐，你能不能陪我去酒吧喝酒？陆野，不行。他竟然还想拐我老婆去酒吧，绝对不行。小青梅眼里蓄满泪水，佑姐，你要是跟我一起去了，我就告诉你一个可以拿捏陆狗的秘密哦。我看着这张笑得比哭还难看的脸，心一软就松了口。陆野双手攥拳，内心暴走。我和小青梅到了酒吧，但又不止我和小青梅。陆野坐在卡座上，满脸不悦地盯着我和小青梅，气场阴沉。半个小时前，他抗议无效，只能放下身段，憋屈地跟过来。小青梅拿着酒杯，一杯接着一杯地喝，看这架势，喝得不像酒倒像是水。小青梅瞪了他一眼，佑姐，你别管他，现在不在公司，他可没资格管你。他什么意思？他这是在教唆我老婆吗？不行，我以后一定要让我老婆远离这个女人。李样，你要喝酒就好好喝，别乱说话。小青梅对着他责了句，把酒杯推到我的面前。佑姐，别管他，咱喝咱的。我手刚伸过去，陆野的手就扣住我手腕。我口渴，对峙了几秒，他又将手默默地缩了回去。小青梅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像极了7年前的我。7年前，沈岭经受不住诱惑，选择背弃我们之间的诺言。那个眼底澄澈的少年曾许诺，永远都不会抛弃我。那时的日子过得特别的纯粹，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，故自欢欣的流淌，绝不以为爱情和现实有什么特别的联系，以至于后来背叛来袭的时候，是那样的猝不及防，锥心刺骨。他红着眼睛解释，将责任推给酒精，可他不明白，这样的理由苍白的可笑。时间会慢慢的熨平心间的褶皱，再刻骨铭心的人都会被掩埋，甚至像荒草一样被拔除。我陪着李样默默的喝酒，陆野看着我俩，眉心紧紧的蹙着。好烦啊，老婆该不会触景生情，想起他那个该死的前任吧？不行，我得挤占老婆的心房，一个角落都不给那个前任留。那个该死的人，居然让我老婆伤心那么久，他怎么敢？喝着喝着，李样的眼泪就毫无征兆地落下来，伪装在酒精的催化下坍塌。李样拉着我的衣袖，
悠悠姐，我好痛啊！我轻柔地拍抚着她的背，痛过这一次就好。森林这么大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棵树。那悠悠姐找到了吗？陆野的背瞬间绷直，竖起耳朵来偷听，还拼命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。我望着他这副紧张兮兮的模样，嘴角不自觉地上勾。我好像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近水楼台，怎么多年都没捞着人？到底是哪个人撬我墙角？呜呜呜，不可以！老婆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老婆回头看看我吗？我真的很好的。当晚，陆野开车送我回家，他站在门口望着我，薄唇嗫嚅，欲言又止。最终，他还是什么都没问，只是低落地转身离开。他还真是一条傻狗。你若问我和陆野共事的这7年有过心动吗？答案自然是肯定的。7年前，我被几叔使手段赶出公司，求职无门，陆野递给我 offer。面对外界的流言蜚语，陆野给予我足够的尊重。他不过问我的私事，却在背后整顿公司的谣言，默默地为我撑腰。应酬被调侃，他也会不动声色地维护我。他欣赏我的工作能力，并给我足够多的信任和机会。这7年，我也被陆野批过。从他身上，我学会复盘，学会更多的职场技能。他这人嘴硬心软，在我生病时会别扭地关心我，在我生日时会备上礼物。陆野给予我的每份温暖，都让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拥有更多的底气。他每一个傲娇又带着温度的举动，都让我记挂很久。像颗糖被我储藏起来，难过时就拿出来咂摸咂摸。我从小跟着奶奶一起长大，见惯了父母的重男轻女，也见多了人情冷暖。我分得清谁真心对我好。这7年，我看着他一步步把陆氏做大，看着他更加成熟，更加有魅力。更何况，陆野还拥有一张顶好的皮囊。对待这样一个男人，我很难不对他产生遐想。可这点情愫生不出足够的勇气，让我去跨越上司和下属的关系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和李样喝完酒后，就是周末，连着2天我都没有见到陆野。周一再见时，他耷拉着尾巴，整个人蔫蔫的，周身气场低沉。周特助说话做事都带着股小心翼翼，生怕自己招惹到陆野。茶水间，周特助颇为苦恼地询问我知不知道原因。我对着他笑了笑，点点头又摇摇头。下一秒，我看见陆野站在门口，直愣愣地盯着我们。他眼神阴沉的可怕，里面像是淬着冰，表情冷峻。周特助望着陆野，耸耸地低下头，双腿止不住地后撤。老婆为什么会对着他笑？我明明就比他帅，还比他有钱，这小子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窝藏私心，实在可恶。我好委屈啊！呜呜呜！他冷冷地瞥了我们一眼，沉默地转身离开。陆野走后，周特助恍若虚脱，他拍拍自己的胸脯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我把文件送到陆野办公室内，他低垂着头，钢笔和纸张的摩擦声沙沙作响。老婆真的喜欢周瑜吗？我好想棒打鸳鸯，但又怕他不开心。我要不要去学习一下如何当绿茶男？李样说他情商低，还真没说错。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长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陆总，喜欢一个女孩子是要大声说出来的。他抬起头，静静地凝视着我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有些女孩可能不太自信，你得跟她说得明白点，说得大声点。你不说，她永远都不知道你在背后做了什么，也不知道你是否跟她怀着同样的心思。行动很重要，但表达同样也很重要。陆野望着我，怔怔地点头。1周过去了，陆野这个憨憨一直没有行动。他每天都在心里瞎琢磨，琢磨着怎么把我搞到手。在朋友圈让兄弟给自己出谋划策，到网上去查各种告白攻略。他纵横商场的那股劲，但凡分点在恋爱上，他都不至于一直单着。赶在周5下班前，陆野叫住我，于秘书，我周末能约你吗？他望着我，漆黑的眼瞳湿亮湿亮的。求求了，老婆千万不要拒绝我，答应我，老婆一定要答应我。老婆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撒泼打滚。我望着他，点点头。周6，我穿上精心挑选的裙子，还特地早起化妆。陆野拉开车门，用手虚虚地护着我的头。他坐在驾驶室内，满脸紧张，俊脸揪成一团。我坐在副驾驶上，嘬着奶茶，用余光偷偷打量他。他穿着黑色衬衫，领口微敞，露出精致的锁骨，手腕上戴着劳力士。光打在陆野的脸上，勾勒出他分明的轮廓。指腹一下又一下地敲着方向盘，透露出他的紧张。我收回目光，眉眼漾起一抹笑。车停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餐厅门前，坐在餐桌上，我歪着头看陆野，眼角带笑，一脸期待。老婆看得我好紧张啊！老婆今天穿的裙子真好看。只有裙子好看吗？陆野微微愣住，随后回答，裙子好看，但于秘书更好看，倒是没有那么呆。可直到吃完饭离开，陆野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返程的路上，我看着这个榆木脑袋恨铁不成钢。我收回之前的话，他就是个呆子。车越开越偏，最后直接开到公司地下停车场。他用手蒙着我的眼睛，把我带到办公室。黑暗中，我的心像一只落入陷阱的鸟，在龙坎上猛撞。
陆野松手的那一瞬，我被眼前燃烧的蜡烛灼红了眼。办公室内关着灯，在蜡烛的映照下显得影影绰绰，地上洒满玫瑰花。陆野拉着我的手，低头望着我的眼，于佑，我想了很久，该在哪里跟你告白。他们都说要选个有意义的地方，想来想去，我还是选了这里。我哑着声问，为什么？他盯着我，很认真地回答，因为这里是我们相处最久的地方，在这里我才可以肆无忌惮地占有你，即便我只能作为你的上司。你知道吗？从下班开始我就期待着明天的到来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周末，这意味着我2天都见不到你。每次工作累了，我就下意识地去看你，看完又觉得我能继续攒聘礼了。于佑，我喜欢你，7年前开始就喜欢你。我有房有车，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虽然有过2个前女友，但没有白月光。你能不能考虑让我当你男朋友？我觊觎你的新房很久了，你能让我住进去吗？他的话真诚又滚烫，泪顺着我脸颊滑到嘴角，甜的。我扑进陆野的怀里，用头蹭了蹭他的胸膛。于佑小姐，行不行？你给句准话。我扯着他衬衫，从他怀里退出来，仰头望着他。陆野，我等你告白等很久了。我的错。我原本想着你今天要是没开口，那就我来说。我话还没说完，陆野就把我揉进怀里。我贴着他的胸膛，倾听着他的心跳声，胸口被震得发麻。他的吻从额头开始，眉眼、鼻尖、唇瓣，我逐渐地迷失在他的攻势里。陆野告白后，我们就开启了地下恋模式。刚开始他死活不同意，嚷嚷着要昭告天下。他跟那些单身狗不一样，他如今是有老婆的人。但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他还是松了口。感情是很私人的事情，而且我们才刚在一起。办公室地下恋最少不了偷偷摸摸。前一秒我才被陆野压在办公椅上亲吻，他抵着我的额头喘着粗气。下一秒我就捋好凌乱的头发，一脸正色地站在旁边。陆野抿着唇，眉眼凛冽地盯着周特助，话语间带着几分咬牙切齿。走出办公室，周特助一脸苦相地望着我。于秘书，陆总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事情？我看着无辜躺枪的他，摇摇头，大概没有。那他被家里催婚、催相亲？我又摇摇头，大概也没有。他叹了口气，男人心海底针。那个于秘书，你嘴巴好像有点肿。我脸不红心不跳，应该是昨天晚上吃了特辣火锅，今天还没消。周特助挠挠头，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，那锅底的多辣，一个晚上都消不了。给陆野送文件的时候，他勾了勾我的手心，满脸幽怨。中午吃饭，陆野不满地嘟囔。我坐到他的旁边，亲了亲他的脸颊。好了，别气了。他撇着嘴，傲娇地把另一边脸凑过来。我不禁失笑，顺从地落下一个吻。陆野抓起我的手，放在手心上轻轻地揉捏。佑，人家真的好想要个名分吗？人家真的好想正大光明地和老婆喜喜帖帖吗？我瞧着他这副大狗狗模样，直接笑出了声。我低声哄他，你乖点，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。他的眼睛噌的一下亮了起来，直勾勾地望着我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想老婆穿衣柜里的漂亮衣服给我看，我想老婆喊我哥哥，喊我老公，我想老婆。这画风越来越不对劲。我放下筷子，认真地凝视着他。陆野，我们才刚谈恋爱，可以慢慢来，你不用那么着急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乖乖地哦了一句，继续着手里的动作，默默地给我剥虾。回到公司，他不情不愿地松手，嘴角下撇，一副可怜吧唧的模样。我叹了口气，拉起他的手，和他十指相扣。他不解地望向我，这是公司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，这不是给陆总一个名分。他嘴角上扬，拉着我的手晃了晃，眼里积满笑意。原来再大的狗狗也需要安全感。当天下午，公司的八卦群炸了，大家都恭贺我手的云开见月明。陆野发生，我好不容易才追到的。和陆野在一起1个月后，撞上了他爷爷的生日宴。得知要去参加生日宴的那一刻起，焦虑和不安就像条蠕动的虫，一点点地啃噬着我的心墙。陆野搂着我的腰，嘴角带笑地端向着我，又不是第一次见。于秘书不用那么害怕。我心里带气地拍掉他作乱的手，这次不一样。他调侃我，怎么不一样？难不成于秘书也会丑媳妇派见公婆？我别过头，不想理会他。陆野拱了过来，贴紧我，别担心，他们原本就想我把你拐回家，大不了我们为爱私奔。不行，我可养不起你，我还有房贷呢。他委屈巴巴地望着我，真的不可以吗？我用手指把他的额头推远，不许使用美男计。陆野受伤地靠在我的肩上，脑袋一下又一下地蹭着我。生日宴当天，陆野紧紧地搂着我的腰，霸道地把我圈在怀里。他用行动向所有人宣告我的身份。天知道我等这天等多久了，我终于可以向全世界宣告，于佑是我老婆了。亮堂的灯光下融汇着人们流动的眼神，羡慕的、嫉妒的、探究的。陆野的兄弟恭恭敬敬地喊我嫂子，我被他们叫得脸热，求助似的望向陆野。陆野宠溺地拍拍我的腰，得了，你们这样吓到我女朋友了。他们对着陆野啧啧几声，一致调侃他惧内。陆野反以为荣，嘲笑他们单身狗。他们当即捏起鼻子，一副受不了他的模样，感慨爱情的酸臭。给陆爷爷送上生日贺礼的时候，我紧张的双手发颤。
陆爷爷没眼带笑地接过礼物，笑眯眯地望着我。我羞涩地低下头。陆爷，好了爷爷，改天再带回家让你慢慢看。陆爷跟人谈生意的时候，我一个人走出去通气。可在外面，我遇到了几叔。几叔的眼神和话语一样尖锐。于佑，你可真是好本事，居然能把陆爷搞到手。我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悠哉悠哉地回答，我确实挺有本事的。你现在不应该高兴吗？毕竟你再也不用害怕我会去抢回沈岭。你讨厌我，不就是因为我在沈岭心里占了位置吗？但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我这人不吃回头草。他盯着我，面目扭曲，指尖攥到发白。于佑，我告诉你，别得意得太早，陆家的门你可不一定能进得去，可别到时候摔得太难看，让人看笑话。我还没来得及回怼，就有人为我出声。陆阿姨挡在我的面前。哟，我竟然不知道季小姐管得那么宽，对我陆家还那么有见解。几叔低下头，小辈不敢。陆阿姨瞥了他一眼，转过身来，拉起我的手。悠悠，你放心，今后陆爷那小子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就帮你打断他的腿。你要能跟他一直处下去，陆家就是你夫家；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，陆家就是你娘家。我看着护短的陆阿姨，心里又酸又涩，闷闷的点头。陆阿姨挽起我的手，把几叔晾在原地。悠悠，快跟阿姨说说，陆爷那小子怎么追的你？我怂恿他那么多回，他都没赶上。平常多说他几句，他还不乐意。我早看出他不对劲了，他每次看你那眼神直勾勾的，像是要把你生吞活剥似的。我总算知道陆爷那性格怎么来的了。生日宴过后，陆阿姨就把我拉进他们的家族群。为了表达对我的欢迎，群里下起了红包雨。他们还爆出陆爷小时候的糗事，惹得陆爷在群里大跳脚。陆爷抱着我，气哼哼地求安慰。我想，老天爷对我还是眷顾偏多的，他让我遇到陆爷，也让我遇到陆家人。恋爱2个月，陆爷出差了，我没有跟在他身边。他出差的这1个月，每天晚上都拉着我视频通话。我们会把手机架在一旁，安静的工作，默默地陪伴彼此。我实在困乏的厉害，聊着聊着就沉入了梦乡。陆也没有挂断电话，视频通话就这么打了一宿。他会给早午晚餐拍照，会跟我分享每日小际遇，像条渴望被主人撸的大狗狗。1个月的时间太过漫长，相思的滋味也太过难挨。每次挂断电话，我们的眼里都带着依依不舍。陆也回来那天，我亲自到机场接他。他把周特助抛在原地，攥着我的手腕上了车。周特助望着他，敢怒不敢言。他沉默地把车开回公寓，漆黑的眼瞳里压制着未知的情绪。我绞着手指，心间的小鹿不受控制地乱窜。门刚合上，陆野的吻就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，像一张网将我牢牢罩住。空气变得越来越粘稠，也越来越稀薄。我腿软了，腰软了，整个人像滩水一样化在他怀里。佑佑，老婆，老婆，我想跟你一起睡觉，可以吗？事实证明，做人不能太过心软，不然遭罪的可就是自己。陆野出差回来后，变得越来越粘人。他还特不要脸地提出同居，我一口回绝，慢1秒都是对我腰的不尊重。但有些人就是狗，死皮赖脸地赖在我家不走。多训斥他几句，他就撇着嘴，咬着下唇，委屈巴巴地看着我。一松口，他就欢腾起来，哼哧哼哧地拱到被窝里给我暖床。每天晚上，我都在他怀里沉沉地睡去。每天早上，我都在他的臂弯处醒来。闭眼前最后一个见的是他，睁眼后第一个见的也是他。这样的日子好像也还不错。答应跟陆野同居的那天，他欢脱得像条小狗，我被他搂着怀里，眉眼弯弯。此后今年，我们都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从未分离。陆野视角番外7年前，我遇到一个特别的女孩，她在职场上干练又意气风发，可惜她不是我的员工。那天的雨下得很大，她瑟缩在屋檐下，目光呆滞地望着来往的行人，像只流浪的小猫。我鬼使神差地送她回家，并给她 offer。被人诽谤的时候，她咬着牙，为自己筑起一层厚厚的壳。她很要强，被我骂完，红着眼睛继续伏案改方案。她很好，好到人人都羡慕我能拥有这样一个能干的秘书。但逢年过节，她眼里总藏着一抹落寞，也总是孤身之影。我看着这样的她，心里像是被刺了一下，莫名的难受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她的一颦一笑都能牵动我的思绪。我也习惯了一抬头就能看见她的日子。看着她被夸赞，我与有荣焉，莫名的觉得骄傲。看着她一个人，我就好想冲上去抱抱她，给她很多点温暖。我想，我大概是栽在她手里了。后来，我终于给了我的小猫一个家，它可以躺在我的怀里肆意的撒娇，还可以朝我露出柔软的肚皮。